嗨，大家好，我是小玄子。之前的影片中，我已经和大家分享过今年的资产配置策略。针对加密货币的部分，就像第101集提到的，只要布局好5大战备货币，其实就已经相当完整了。如果大家有按照我之前的建议布局，相信目前应该至少都有超过10%的获利。毕竟光是 ETH 跟 SOP 这两只币种，7月份的涨幅都超过了30%。不过大家要记得，行情涨多了就有可能出现回调。小玄子贴心提醒，有能力的话，记得逢高减码，先锁点利润。保守一点的朋友，不妨等观察到7月底，再考虑重新进场也不算晚哦。届时再进场，小玄子就建议大家注重于 ETH、SOP、XM 这3种币，或许会有不少的收获哟。因为机构资金正大举进场 SOP， 市场消息指出 PERSE 计划于7/8推出 XETF， 预计推出一个杠杆型 SOP ETF XETF， 简单说就是可以用杠杆操作 SOP 涨跌的基金。这对传统投资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场工具。有分析预测，预估会带来约37亿美元、3.7美元币的机构资金流入。换句话说，大资金开始有管道可以安全、合法的押注 SOP， 这会强化它在市场上的地位。而且 RepoNet SOP 背后的支付网络已经符合全球银行业的 ISO 20022资料标准。这是什么意思？ ISO 20022是新一代全球金融传输标准，未来跨境转账、清算等都可能慢慢用这套取代现在的 SWIFT 系统。RepoNet 已经在这一块走在前面，等于卡位未来金融高速公路的基础建设，SOP 也就自然成为桥梁货币的重要角色，并且SOP有3大催化剂。首先，市场传闻 Repo 收购 Hidden Node 全球加密货币经纪商，强化后端清算与交易服务，让整个系统更强壮，更能承接大单。再来是 CME 推出 SOP 期货，全球最大衍生品交易所 CME 计划推出 SOP 期货产品，这会吸引更多专业投资人参与交易。最后是 Genius Clarity 法案推动，美国国会目前在讨论阶段推进针对加密货币市场的监管法案，让像 SOP 这样的代币有更明确的法律地位，未来能吸引更多机构入场。再来关于是 XM 恒星币，业界推测 PayPal 正在将美元稳定币 PERSE 上链至 Stellar 恒星，若获纽约监管通过 NIDFS， 将对 XM 带来巨大价值支撑。这不只是技术采用，也是机构级应用进场的信号。Protocol 23升级于7月9日上线，引进平行交易处理，与 Solana 智能合约功能结合，大幅提升效率与可程式化能力，因此 DeFi 应用成长和资金进驻几率增加。社群将于8月14日举行升级投票，如果成功，预料会加速资金与应用涌入。Franklin Templeton 在 Stellar 链上发行 4.45 亿美元美国国债，显示实体金融正在利用 Stellar 发行真实资产 ROA。由于 Stellar 的 XM 已从单纯的支付加工货币演进成兼具机构应用、技术可程式化、合作链条完整的成熟基础建设。PayPal 加金融及 ROA 团队不惜升级加速，都是市场目前最注目的催化因素。所以小玄子在7月4日号也买进了1万颗的 XM 来当存货。再来 ETH 也要特别说一下， ETH 可不是光靠老本吃饭的啊。今年以太坊生态圈热闹非凡，尤其 Layer 2方案，像 Arbitrum、Optimism 在质押 Restaking 模组化区块链，例如 EigenLayer 热潮，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随着坎昆坎肯升级即将上线，预计能大幅降低手续费，提升交易效率，让 DeFi、NFT、ROA 等应用回流主网。而且 ETH 自从实施 IPv1559 后，每笔交易都会烧毁部分 ETH， 减通膨效应逐渐显现。简单说， ETH 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智能合约平台，变成金融基础设施加资产层加生态底座，价值含金量直线上升，值得长期关注。以上仅为小玄子个人操作分享，不作为投资建议，但是朋友们，请不要看完立刻下手啊！记得刚才说过，预计涨多必回调这件事，要沉住气等机会才是获利的王道。最近又有几位老朋友来询问，小玄子怎么都不讲派的生态了，是不是放弃了？放心啦，我怎么可能放弃我家的孩子呢？只是我一直都强调，派的价值从来不是靠炒作，也不是靠找明星站台，而是靠一点一滴的生态建设堆出来的。派就像一个还在长牙的孩子，正在学习、试错、摸索属于自己的未来。这话怎么说呢？如果你平常有关注主流的加密网站，比如 CoinMarketCap， 你应该会注意到一件真实又残酷的事。目前派币还没有被纳入任何主题分类，无论是 3Hyper 在质押、Binance Alpha 币安热点、SAO、BOM 生态，还是 AI、GameFi、ROA、DeFi， 全都没有派的影子。这代表什么？代表目前市场还没看出派究竟是站在哪条赛道，打算扮演什么角色。主流币圈还没给派一张身份证，也还没发5台通行证，
就像台积电明确是晶圆代工，广达是笔电代工，但派的角色定位目前仍在探索。那你可能会问，小玄子，那派5月底不是才设了1亿美元的生态基金，还有 Protocol 20的智能合约测试，这不就是走 DeFi 赛道了吗？没错，这些进展非常值得鼓掌，但小玄子要说一句实话，这些都还算在研发阶段，就像台积电还在建厂测试制程，不是你一有计划就马上能出货。目前派生态正在做的是包括1. 推动主网进入 Testnet 第2阶段，智能合约部署 Protocol 20 2. 逐步升级节点，实施和 Eisen 协议，强化去中心化。3. 拨出生态基金，用来孵化派 Fi 和各类 DApp。4. 多款 App 如 Map of Pi 小游戏 PiSop 正式上线主网界面。5. 正在测试到机制与 PiOS Pi 原生开源系统，也就是说 Pi Network 正在盖房子，但还没交屋。应用跑起来之前，你说它要怎么涨价，怎么让市场认同它的价值呢？这也是小玄子想提醒大家的一件事，币价只是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它背后盖了什么样的基础建设。当未来某天，派有明确的定位，有代表性的应用，有成型的生态链，那时候矿毛 Cap 会很自然的开出派 Fi 或派生态专区，甚至就连币圈一向高冷的 Binance 币安交易所，也会开口说派，来，这边帮你设一个舞台，让你表演。而到那一天，你今天看到的这个几毛币价位，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那回到现实问题，为什么现在币价还都低于1块钱？其实原因也不复杂，主要是以下几点：应用尚未大规模落地，生态还在建，市场需求尚未形成，加上每日都有大量派解锁释出，供给不断扩大，还有目前还不能自由出入金，导致买盘少，卖盘多。最后是 KYC， 钱包迁移速度虽快，但仍有未验证者等待兑换，供需不平衡，所以现阶段的币价偏低，波动大，流动性薄，都是短期过渡期的正常现象。简单说，派就是需要时间酝酿的币。总结好啦，各位朋友，小玄子来帮大家划重点啦。最近币圈热闹的像演唱会抢票现场 ，ETH SWAP 1个月直接飙 30%， 有跟上的朋友应该都笑到嘴角裂到太阳穴。不过别忘了，行情涨多了可是会累的啊。别看他现在蹦蹦跳，过几天搞不好就想躺平了。小玄子贴心提醒，有能力的朋友记得适时卖一点现货锁利，若待为安才是真。保守派更可以等到7月底后再考虑进场，慢慢来，财富不会嫌你晚到。未来重点币种方面，小玄子看好 ETH 和 XM， 未来的金融不会写在新闻里，而是藏在人性里。你看懂这点了，下一步怎么布局，相信你就会知道。我是小玄子，朋友们，我们下集见。